每天吃的鸡蛋很可能会决定肾脏的未来。吃错了，它会让原本虚弱的肾脏加速衰竭；吃对了，它会变成维持肌肉、提升免疫力的黄金补品。关键就在于蛋清和蛋黄如何取舍，以及烹饪时的那几个小动作。今天的分享会从国际研究一路讲到你家厨房，我们不仅告诉你一天该吃几颗，还会给出详细的7日菜单。听完之后，你会彻底改变对待这颗鸡蛋的方式。我们先来把营养对于肾脏的意义说清楚。肾脏就像一个全天无休的精密过滤器，它的核心任务是清除体内垃圾，调节水分和矿物质平衡。当肾脏健康时，你吃下去的东西能正常代谢。一旦功能减弱，蛋白质分解产生的废物就会堆积，这直接导致疲劳、没胃口、身体浮肿，严重时还会面临尿毒症的威胁。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院的研究很能说明问题，他们发现科学调整饮食可以让慢性肾衰竭的进展延缓好几年。台湾林口长庚医院也追踪了超过200名肾病患者，结论是那些采取低盐、限制劣质蛋白，同时确保营养充足的患者，生活质量明显更高，水肿和高血压等麻烦的并发症也大幅减少。所以肾病患者绝对不能沿用过去的饮食习惯，更不能给所有人套用同一个饮食公式。处在早期阶段的患者，肾功能还算够用，他们需要适量蛋白质来保住肌肉。晚期的患者则必须大幅减少蛋白质，减轻肾脏负担。于是很多人因为害怕伤肾，反而吃进太少蛋白质，结果营养不良、肌肉流失、抵抗力直线下降。另一群人则是鱼肉不断，摄取过量，让肾脏累得喘不过气。要找到平衡点，就得瞄准一种高品质、好吸收、废物又少的蛋白质鸡蛋，尤其是蛋清，被现代营养学界视为这一领域的黄金标准。简单讲，正确的营养就是默默支持肾脏的帮手，错误的营养则是加速肾脏报废的推手。那鸡蛋里到底装着什么？我们科学的拆解一下。一颗中等大小的鸡蛋大约50克，里面含有6到7克蛋白质、5克脂肪，还有多种维生素与矿物质。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的蛋白质品质。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把鸡蛋蛋白质当作参考标准，因为鸡蛋含有人体无法自行合成的全部9种必需氨基酸。对肾病患者来说，需要的就是这种纯净、好吸收、不产生过多代谢废物的蛋白质。鸡蛋有2个明显的部分，分工截然不同。蛋清几乎全是纯蛋白质，含有大量的白蛋白，这种蛋白非常容易消化。同时，蛋清的磷含量极低，胆固醇为0，这使得它成为肾病患者的绝佳伙伴，尤其适合那些必须严格限制磷摄入的阶段。蛋黄则是营养浓缩体，但也暗藏挑战，它富含维生素 A、D、B12， 还有铁锌和胆碱。胆碱对记忆和神经功能很有好处。然而蛋黄的磷含量和胆固醇含量都比较高，对于晚期肾病患者或血脂异常的人来说，蛋黄需要严格限制。此外，蛋黄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是强效的抗氧化剂，它们能保护视网膜，对维护眼睛健康很有意义。肾病病友常因糖尿病或高血压出现眼部并发症，这恰好能提供一些保护。鸡蛋中的色氨酸更是无价之宝，它遍布蛋清和蛋黄，是身体制造血清素和褪黑激素的原料。这2种荷尔蒙直接掌控你的情绪和睡眠，所以合理吃鸡蛋不仅能补营养，还能帮忙稳定情绪，改善睡眠。睡眠一好，血压就稳，肾脏负担也跟着减轻。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有份研究指出，老年人饮食中加入鸡蛋能更好地维持肌肉量，而且在适量摄取下不会额外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日本肾脏营养学杂志的研究则聚焦在慢性肾衰竭患者身上，补充蛋清之后，他们血液中的白蛋白浓度显著提升，这就表示全身的营养状况有了改善。可见鸡蛋虽小，却是一个设计精妙的营养库，用对方法，它就是补充纯蛋白质、维生素和抗氧化剂的天然来源。具体来说，鸡蛋能带给肾脏病患哪些实际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提供了极优质的蛋白质。肾脏病人常常要限制蛋白质总量，以减轻肾脏的过滤压力。可是身体不能没有蛋白质，肌肉的维持、细胞的修复、免疫系统的运作，样样都要靠它。一旦缺乏蛋白质，身体会迅速陷入消耗战，肌肉萎缩，动不动就感染。选择蛋清恰好能破解这个两难局面，它既能补足必需的氨基酸，又不产生过多含氮废物。日本的研究已经证实，饮食中加入蛋清能让肾衰竭患者的血清白蛋白显著上升。白蛋白是营养状况的硬指标。第二个好处是它的磷含量远低于许多肉类和鱼类，这一点很多人都不清楚。
肾衰竭时，体内的磷排不出去，容易升高。高磷血症一旦发生，骨头会变脆，皮肤会莫名发痒，血管也会加速硬化。像红肉、海鲜、坚果这类食物含磷量都很高，而蛋清拥有极高的蛋白质磷比例，说白了就是你能吃进足够的营养，却不用担心磷超标。因此，许多医师会优先推荐蛋清。第3个好处是强化免疫系统。蛋黄中的维生素 A、B12、锌和铁都是造血和维持免疫防线必须的。肾病病友本来就容易累，容易感染。缺乏这些微量营养素会让风险变得更高，适量地有计划地摄取蛋黄，有助于补充这些关键元素。第4个好处是帮助入睡安定心神。刚才提到的色氨酸会转化为血清素和褪黑激素，血清素让你放松，褪黑激素让你安眠。很多肾病患者因为夜尿或身体不适而辗转难眠，从鸡蛋中自然摄取色氨酸后，深度睡眠的时间可能变长，隔天醒来精神状态也会轻松许多。第5个好处是协助维护肝脏和心血管。鸡蛋中的胆碱参与脂肪代谢，能帮助肝脏减少脂肪堆积。肾病病友常伴有脂肪肝或血脂问题，胆碱正是不可或缺的物质。2020年有一份发表在《肾脏营养学杂志》的美国研究显示，接受血液透析的患者定期补充蛋清后，营养状况改善，体力耗竭的感觉减轻，同时他们的血脂和血压指标依然保持稳定。这就说明鸡蛋处理好了非但安全，而且益处很多，但怎么吃必须跟着肾脏的实际阶段来调整。肾脏病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阶段鸡蛋的吃法天差地别，我们绝不能同一个方子用到底。第1期和第2期属于轻度衰竭，肾丝球过滤率还在60%以上，病人可能没有明显不舒服，但检查已能看到损伤迹象。在这阶段，身体仍然需要足够蛋白质来维持肌肉和抵抗力，因此每天可以吃1颗完整的鸡蛋，优先选择蛋清，但每周可以有几天连蛋黄一起吃。一份发表在《亚洲临床营养学杂志》的中国研究明确指出，早期肾病患者在饮食中补充鸡蛋并不会升高血磷，前提是总蛋白质摄取量有控制在合理范围。到了第3期，肾丝球过滤率掉到30%到59%之间，患者开始明显感到疲倦，夜里小便次数变多，身体轻微浮肿，这是延缓病情的关键阶段。饮食上要开始削减蛋白质总量，但品质必须提高。蛋清顺势成为核心主角，患者每天可以吃2到3个蛋清，蛋黄每周则限制在1到2颗，完全看医师根据血液报告的建议。进入第4期和第5期还没透析的阶段，肾脏已经严重罢工，过滤率连30%都不到，症状会很多，像是极度疲劳、吃不下、皮肤瘙痒、明显水肿。这时候身体要尽量减少蛋白质带来的废物，免得尿素和肌酸酐飙高。然而，人还是需要一点点高生物学价值的蛋白质，以防营养不良。蛋清几乎成了首选没有之一。国际肾脏病学会建议，这阶段的患者每天可以用2到4个蛋清，替代部分肉类和鱼类的蛋白质。蛋黄则应尽量避免，以免磷和胆固醇成为负担。等到开始规律血液透析，情况又要翻转。透析过程中，毒素被洗掉的同时，蛋白质也会流失，身体对蛋白质的需求反而比未透析时更大。医师通常会建议增加摄取量，大概每天每公斤体重 1.2 克，这时全蛋又能回到餐桌上了。但依旧要小心，不能没有节制的狂吃蛋黄，以免血脂失控。你可以每天吃2到3个蛋清，然后根据血检结果，每周再搭配2到3个完整的蛋黄。总结一下，这条路径很清楚，初期就像一般人那样，可以全蛋均衡。随着肾功能往下走，蛋黄退场，蛋清上位，到了透析，鸡蛋又成了重要的营养补充来源。吃对了它是补药，吃错了就是毒药。知道吃多少之后怎么料理就成了关键。同样的鸡蛋煮法不同，结局天差地别。水煮蛋是最简单也最理想的吃法。鸡蛋水煮8到10分钟，蛋白质结构变得稳定，非常容易被消化，蛋黄里的维生素也流失最少。食品科学杂志有研究证实，这种煮法能最大化保留蛋白质和 B 族维生素。对肾脏病人来说，水煮蛋清淡不增加肠胃胀气，尤其你只需要吃蛋清时直接剥开取用，特别方便。蒸蛋或者清炒蛋清也是很健康的方案。蒸出来的蛋清质地滑嫩，对咀嚼或吞咽有困难的年长患者很友善，而且烹煮过程不需要额外放油，完全不会增加胆固醇的负担。你可以把蛋清和低钾蔬菜一起蒸，比如加点丝瓜碎、红萝卜末或者草菇片，这样菜肴更丰富，肾脏也能安全接受。还有一种是清淡的卤煮，早期肾病患者可以将鸡蛋与南瓜、丝瓜或芥蓝一起清卤，但是切记绝对不能咸，酱油只能放几少许盐，更要严格控制。
因为盐分是虚弱肾脏最可怕的敌人之一。反过来，有些做法一定要避开。最要警惕的就是多油煎蛋或油炸蛋，高温之下，鸡蛋的部分脂肪会氧化变质，这些化合物对心血管很不友好。肾病患者本身就是血脂异常的高危人群，常吃煎炸食物，动脉硬化的脚步会大大加快。哈佛大学的研究已经将高频率油炸饮食与心脏病风险直接挂钩，这对肾脏病人而言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其次，绝对不要碰生鸡蛋或溏心蛋，健康的人吃生蛋都有感染沙门氏菌的风险。免疫力较弱的肾病患者风险会数倍放大，一旦发生严重腹泻，脱水会瞬间加重肾脏损伤，所以吃全熟喝开水，这是铁律。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地雷，就是鸡蛋与高盐或高钾食物混搭，比如水煮蛋配腌咸菜配咸鱼，或者吃完蛋后马上喝一杯鲜榨橙汁，这类组合很危险，它们很可能诱发高钾血症，让心跳节律大乱，或者让血压失控。总之，水煮蒸、低温清炒是肾脏友好的3种方式，多油煎炸生食以及高盐高钾搭配则是绝对的禁忌。其实很多人明明知道鸡蛋好，吃的时候却踩进常见的陷阱，结果不但没获益，反而亲手给身体添了麻烦。第一个错误就是1天内吃太多鸡蛋，有人觉得鸡蛋营养就把蛋当饭吃，这对肾脏是极其危险的。蛋黄含有较多的磷和胆固醇，吃太多会快速引发高磷血症、骨头酸痛、皮肤奇痒、心血管提早老化，都可能因此找上门。根据国际肾脏病学会的建议，1天最多只应摄入1个蛋黄，不少阶段甚至要限制的更少。蛋清则可以根据医师许可的量来补充。第二个错误是把鸡蛋和高盐配料一起煮，很多人喜欢酱油卤蛋或者用大量咸酱汁煎蛋，盐分会锁住身体的水分，拉高血压，让原本就脆弱的肾脏损耗更快。林口长庚医院的研究数据表明，控盐不佳的肾衰竭患者发生水肿和高血压的风险比严格限盐的群体高出整整1倍。第3个错误是鸡蛋和豆浆同时下肚，这个搭配很普遍，却暗藏问题。生豆浆或未充分煮熟的豆浆含有胰蛋白酶抑制剂，它会阻碍鸡蛋里珍贵蛋白质的吸收，两者同时在肠胃里搅和，不仅补不到，反而容易消化不良和胀气。肾病患者本身的肠胃功能就比较弱，如此一来影响会更重。第4个错误是吃完鸡蛋马上吃高钾水果，饭后吃根香蕉，再来几片芒果，这对常人无碍，但对晚期肾病患者来说，这如同玩命。高钾血症一旦发生，轻则四肢发麻，重则心跳突然停止，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是临床上真实发生的案例。第5个错误是未经医师评估就额外喝蛋白粉。有些人老担心自己营养不够，擅自买来高蛋白饮品搭配鸡蛋，这很容易让蛋白质摄取量破表，血液里的尿素和肌酸酐随之升高，迫使肾脏超时加班。对肾病患者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适量与均衡。不多不少，这些错误全是源于看似无害的习惯，把它们一个个揪出来改掉鸡蛋，就能真正成为你康复路上的帮手。接下来我们直接给出一份融入鸡蛋的日常菜单，这让怎么吃立刻变得具体可行。肾病患者的饮食不需要3餐都出现鸡蛋，相反，你应该把它巧妙放进1天中的某一餐，其他餐点则交替使用瘦肉、鱼肉、去皮鸡肉、嫩豆腐和低钾蔬菜，这样饮食既能多样化又能营养充足，肾脏也不必承受蛋白质过量的风险。规划菜单的基础原则很明确，1天只在其中1餐吃鸡蛋，优先用蛋清。另外的蛋白质来源选鱼或豆腐，蔬菜水果锁定低钾种类，比如丝瓜、高丽菜、小黄瓜、苹果和梨。盐分、重口味调料和加工食品必须严格限制。现在给你一个3天循环的示例，第1天早餐可以是1碗清稀饭，配上1颗切碎的水煮蛋清，再加几片水煮丝瓜。午餐吃1碗清淡的白米饭，主菜是无油香煎的鲷鱼片，搭配1盘烫青菜和1碗清南瓜汤。晚餐做一道清蒸嫩豆腐，加上草菇丝瓜蛋，清汤配1碟水煮小黄瓜。点心时间可以来1颗新鲜苹果。第2天换换花样，早餐1片涂薄薄橄榄油的清淡吐司，配上半个新鲜水梨午餐，清淡米饭，水煮去皮鸡胸肉，再烫些高丽菜，配1碗丝瓜汤。晚餐用2颗蛋，轻加半个蛋黄蒸熟，搭配蒸南瓜，1小碟烫青江菜和少量清淡卤制的五谷鱼肉点心，是1片西瓜或1小杯无糖糙米浆。第3天早餐，清淡的燕麦粥淋意式橄榄油，配几片小黄瓜。午餐将冬粉和香菇同炒，再打入1颗蛋清，快速拌散，搭配烫青江菜。晚餐清淡米饭配上清蒸鲈鱼片和橄榄油拌炒的高丽菜。点心吃1颗新鲜梨。
这样安排，鸡蛋只在每天出现一次，既能完整吸收蛋清的纯蛋白质，又完全避开了蛋白质过量堆积的风险。其他餐点用鱼鸡、豆腐轮替餐桌上，既丰富又安全。日本的研究团队发现，采取这种多样化均衡搭配的肾衰竭患者，血清白蛋白浓度能长期保持稳定，身体疲劳感也比单一饮食的组别轻得多。你看，肾病菜单完全不等于单调乏味。只要安排得当，每一餐都能兼顾滋味与健康，要把肾脏保护好。光靠鸡蛋远远不够，大家需要一整套饮食与运动的行动指南，这是延缓病情、消除疲劳、拉长寿命的3根黄金支柱。饮食的头号原则就是彻底清淡。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人每天盐分不要超过5克，也就是1小平时，但很多人习惯重口味，远远超标。吃太咸，水分会滞留在体内，血管压力骤升，肾脏恶化的速度只能用飞快来形容。林口长庚的追踪研究已清楚显示，严格控盐的慢性肾病患者出现严重水肿和高血压的风险比吃咸的人低了将近1半。所以你必须从此刻开始培养减盐习惯，烹饪时从蛋、调味完全戒掉腌菜、咸鱼、泡面这类高钠食物，喝水的学问也很大。肾脏健康时，多喝水能冲刷毒素，但当肾功能已经减退，过量饮水反而会引发危险。水分排不出去，堆积在肺和四肢，会造成肺积水和严重水肿。原则就是听从医师的指示，总量通常落在一天1000到1500毫升，这个量要包含汤、果汁和饮水。小技巧是把这些水分平均分散到一整天，一小口一小口喝，绝对不要一口气灌下大半杯。蛋白质的选择要坚持高标准，蛋清瘦猪肉、鱼肉、去皮鸡胸肉、嫩豆腐是优先选项。内脏类红肉和高磷海鲜必须严格限制，它们会直接推高血液中的尿素和磷，导致皮肤发痒和骨头酸痛。如果中午吃过蛋了，晚上就可以用清蒸鱼或凉拌豆腐来做平衡，永远把握住不过量不缺乏的平衡点。蔬菜水果要继续吃，纤维和维生素不能断，但要认准低钾的种类。安全的有高丽菜、芥蓝、红萝卜、小黄瓜、丝瓜、南瓜，水果挑苹果、梨、西瓜、葡萄、香蕉、柳橙、芒果、酪梨，含钾量偏高，要避免或严格限制。如果想吃些中高钾蔬菜，处理方式就是先切块，用滚水烫过，再把烫过的水全部倒掉，这样能去掉一大部分钾，之后再烹煮。脂肪来源也要聪明的转换，全部改用橄榄油、芥花油、葵花籽油这类植物油。动物性油脂和油炸类要断然拒绝，减少坏脂肪等于在保护血管，降低动脉硬化的威胁。这是肾衰竭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运动是容易被忽略的一环，肾病患者绝不能整天坐着或躺着，适度的活动能促进血液循环，帮着降低血压，还能增强肌肉耐力。每天早晨或傍晚凉快的时候，到外面慢慢走20到30分钟。如果体力真的很差，那就拆成3次，每次走10分钟。除了散步，深呼吸练习的价值也很高。简单做法是用鼻子深深吸气，在心里默数4秒，接着屏住呼吸2秒，再用嘴巴缓缓吐气6秒。每天早晚重复约10次，这样能缓和紧张神经，让血压更稳定。一些温和的瑜伽放松动作，比如婴儿式，也有助身心松绑。常年受夜尿困扰的患者可以刻意练习凯格尔运动，像是憋尿一样收缩骨盆底，肌肉5秒，再彻底放松5秒。一天做2到3回，每回10到15次，这能逐步改善膀胱的控制力。运动时一定记得别逞强搬重物，不追求大汗淋漓。一旦感觉头晕胸闷或喘不过气，马上停下来休息。正确的运动是为了攒足精神，而不是消耗元气。睡眠和情绪对肾脏的冲击一点也不小于饮食。每晚要尽可能早睡，卧室保持安静通风，睡前1个小时关掉手机和电视，避开蓝光干扰。如果入睡困难，睡前2小时可以喝1小杯低蛋白奶，或吃一份温热的蒸蛋清，这能提供一些色氨酸，帮助身体自然产生睡意，保持乐观平和的心情，避免长期活在压力下。因为压力荷尔蒙会直接让血压升高，冲击肾脏功能。国际肾脏病学杂志有一份美国研究，对象是慢性肾衰竭患者。那些习惯规律运动、饮食清淡、睡眠充足的病人，提早进入透析的风险，比起生活不规律的人，足足低了近30%。这证明了简简单单的生活调整，真的能延长肾脏的寿命，提高生命的质感。我们现在把所有的重点凝聚成容易记住的实践法则。关于吃鸡蛋，你要记住5个要诀。第一，要多吃蛋清，严格限制蛋黄。第二，要在一天中的其中1餐吃鸡蛋就好。第三，要用水煮、清蒸或低温清炒的方式料理。第四，要搭配低钾蔬菜一起吃。第五，要完全遵循医师为你量身制定的饮食计划。
同时要避开5个禁忌：第一，不要一天吃进太多鸡蛋；第二，不要生吃或吃半熟蛋；第三，不要将鸡蛋与豆浆浓茶或色柿子同时吃；第四，不要搭配咸味小菜或腌制品；第五，不要将鸡蛋当成唯一的蛋白质来源。肾脏的健康不藏在昂贵的保健食品里，而是藏在每天这些小习惯中。一顿简单的蒸蛋清，一碗清淡的烫青菜，一次舒服的散步，一个早睡的夜晚，这些都比任何药物更加宝贵。你走的这条路并不孤单，每一个细微的正确决定都会回馈到你自己的身体上。如果今天的分享让你有所收获，请点击订阅，打开通知，并把这份内容转发给需要的人。我们一起用扎实的知识稳住肾脏的未来。祝你今晚睡个好觉，明天醒来带着轻松的微笑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我们下一集再见。